欢迎收听本期现实肤浅。大家好，我是别笑。大家好，我是 Iris。 你可能点错了节目，又忽然觉得我听的是个什么东西。没关系，本期的主题就是错了又怎样。你外卖点错过份，点错过餐具的数量，送达的地址，送达的时间，可是错了又怎样？你在群里面不小心发错了表情包，大家笑一笑也就过去了，错了又怎样？你买衣服尺码没买对，颜色没选对，可是错了又怎样？旅行的时候，你去了你之前精心准备的计划表里面提到的一个地方，可是到了目的地以后，你发现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但是似乎也没有特别糟糕，你却认为去错了一个地方，可是错了又怎样？对啊，错了又怎样？每一次试错都是在为下一次的正确在买单，只有敢错的人才有资格谈对。我学到了，学到了。啊，这也是一种鼓励呢。其实，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挺害怕犯错的，大家也很害怕在人多的地方出洋相吧，出洋相，或者是觉得会丢人，觉得这也是就是避免怕自己犯错。但有的时候我想觉得这个错跟我们所谓的缺点一样，我觉得得分情况，可能它都不是错，它也不是缺点，那可能就是一个特色。就是什么以前吃西餐，左手刀还是右手刀，左手插右手插，餐桌礼仪是吧？是不是去吃了四川的火锅，点了一个清汤就大逆不道？说不定真的有点但就是类似的这个，但是他不至于不敢犯错，不至于说出哎呀完了，哎呀完了，毁了。这个其实常是我们的口头禅，或者是我身边经常会听到的口头禅，特别害怕犯错。想到这一点是前两天我爸妈在家里面，但是他们准备要返回的时候收拾行李，收拾完提到楼下，约的车也快到了。在这个时候我妈突然来了一句，我的什么什么东西，问我爸你看到了没，你给我装上了没有。两个人就愣在原地，我就亲眼看到了我爸的双目圆瞪，会说我没看到，你自己的东西你没有收拾好。我妈说就应该在什么什么地方放着，我爸说我没看到，我不知道。两人就僵在那儿，我妈来了一句完了，就开始叹气。我爸就开始声音拔高，说自己的东西不看好，现在着急怎么样。可是他就在我们家楼下，我说我上去一趟不就可以了吗？我说我上去看一圈。你家又不是住在88层啊？对，我说无非就3种方案：一还在家里，2在行李箱，3没找着。那我事后再找着，我再快递给你们，或者你们再买一下那个东西，不是很贵的一个小物件。我说不要着急，我上去看一圈。上去了以后发现他就在卧室里面，他掉到凳子后面的一个缝隙里，所以我爸装行李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我就拿下来。我说就这么个事儿，2-3分钟也没有耽搁司机白白等你们也没有耽搁。但是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感觉两个人都有点绷不住了，要爆发了。一个觉得自己的东西没装上，另外一个觉得你东西没有收好，就感觉这下一步就没法进行了。两个人就愣在原地，彼此犯了错啊！哎呀，这个错是错不可赦，就是至少陷在那个情绪里面，至少不说会影响他之后的很长的一段行程，但是至少从坐上车到那个可能就会情绪，我觉得开始会复盘，就会唠叨，或者会埋怨，我妈呢可能会自责，我爸呢就会更唠叨一点，说以后自己东西要装好，不装不好你看着吧，今天丢这个，明天可不定就丢那个。对，其实你上楼到下楼就是东西总共可能也就10来分钟就已经解决了。对，就是作为一个事情它是很容易被解决的。然后比如说下次你说你上次那东西没带，你可别不带啊，这次开始翻旧账，那可能又会延续到下一次，以至于之后的每一次的旅行或者出门每一次都唠叨也很烦人，它就会变成一种负担，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一种我还是尽量不要犯错，如果犯了这些小的错误或者是失误，我就会遭受来自自己或者来自外界的什么什么一种压力。就是他们这一辈我身边的这些长辈身上会发现的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就是害怕出错。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可能中年的老师在教那个小朋友或者是
孩子吧，就问他说，你知道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吗？事实和观点啊，事实是我有一样东西没带，观点是你没带这个东西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把重点放在了观点上，好像就是包括现在社交媒体哈，老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越极端就是越有那种鲜明的感情色彩的。避雷这个地方我替你们打过卡了，你们再也不用来了。避雷这个国家全部都是小偷，然后避雷某家餐厅，这家餐厅的服务不是很好。对，就咱刚刚就比如说3个例子随口说的，太常见的例子，就是这3个观点啊，因为它不是一个事实，你听上去好像是一个事实，它是伪装成，但你仔细想，避雷这个国家全都是小偷。可能有些国家你可以说它的犯罪率会比较高一点，尤其是这种非暴力的小偷小盗，绝大多数时候我可能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小的点我就扩散到我就要规避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因为我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房东，于是我就避雷这个小区，避雷所有这个类型的人。曾经跟男房东有过不好的感受，我以后就避开所有的男房东，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呢，也不是说你不可以，就是说我不想要，我有优先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之下，我优先选择女司机、女房东，就做一个女生，当然可以。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是说所有的男司机或者男房东都不好，倒过来也是这样的，一个男生说女司机都不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实。其实我觉得最开始避雷有它的好的一点，就是尽可能的有很多热心人为你提供很多方面的资讯，然后让你在高效率的去筛选一些你需要的一些东西、信息，避雷掉一些有可能会浪费你时间的。但后来我觉得避雷就变成了观点大于事实，客观事实的讲述。而且每个人都是言之凿凿，就以前最早的时候，在社交媒体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人在穷游网写自己的旅行的经历，他可能是10几天之后，他回顾中间可能有那么3个点，然后他把它总结下来给大家参考，成为了下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的其中的参考的一个维度。因为你不可能因为一个事情就去影响你整个的判断。但是后来到了就是可能社交媒体随时编辑、随时发送又短平快的这种节奏下，但凡就是我只要记录了这一个10秒、30秒，于是它就成了整个这一趟10几天的一个缩影。我就会觉得那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不用去了？对，这个地方就再也不那什么了，因为这个地方交通不好，这条路这天堵了，就大家都避开。就这么想一想哈，其实如果真的错了，你去了，也许也是另外一种好。就我去年在那个贝尔法斯特，他们是有一个马拉松的全程，然后要对封了一部分路，它的公交呀交通管制了，就是绕，但我当时不知道，然后我就坐着那个公交。那个公交就跟那个 Google Map 走的完全不一样，走到了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它从城市的边缘绕了一大圈，我都回不去。但我那一刻我在想，其实这也蛮好的，要不然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走到这个城市的南边，我就看不到那些街区啊，然后我也看不到就是这些跑步的马拉松的就是跑者，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然后回头有人接啊，就是当地的这种气氛。如果就是别人说避雷今天有马拉松，所以你们不要去城区，就会觉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可能会大概率90%规避掉了嘈杂的人群拥堵的交通，可能会路上发生的任何状况你可能都能规避掉。但是呢就是你自己呢，对你自己至少去体验一次，就是说我去了一次人山人海的黄山，10亿黄金周的黄山，我的确是不喜欢，那我下次不去。对，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但是只是因为别校不喜欢，这个我不让艾瑞斯去，我给他避雷了。然后你言之凿凿的说这个地方就不好玩，这个我觉得作为 Iris 我不用就完全的搬运，我可以参考，但我不用完全的把它当做一道绝对的就是天上飘下来的一个神谕。是，必须要遵守。
这两天就是跟我说那句话，你就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承受更多的错误，对，是能够承受更多的。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就特别的，就是点我，就是我感觉我俩在日常的口头说的这句话，它的逻辑没有那么表达，没有那么顺利，但我完全能 get 你，然后我的脑子中就有好多无数的例子，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好害怕犯错，我好害怕我去错了一个地方，浪费了半天，对，我好害怕我去了一家餐厅不好吃，然后我这一餐就吃毁了，这一天就毁了。对，我好害怕我这一点就是错误，就会把我的整个人生对否定了，是不是？我就是我大不了从头再来，然后我好像就是说，哎，我不怕犯错，我大不了从头再来。但好像我大部分的时候，90%的时时候，我没有从头再来，你好像是从前1个小时再来。对我感觉我就可能就像你爸妈就是那个小小的争执，他可能就是10分钟就回到10分钟之前，大部分人都是读档，读到上一次存档，不是说这个游戏从李逍遥被姥姥的锅砸开始玩，而是你上一次存档的时候的那个档位开始。对于这种程度的错误，我们其实是可以接受的。然后你当时说，就是我们比我们想象中能够承受，因为我们想象中就是好像想要完美的旅行、完美的餐厅、完美的，但是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完美，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是因为它在这个社会或生活中它不可能实现的。我哪有可能？我的经济实力、品味、审美趣味都不可能是最完美的。其实我眼中的完美，也不一定是别人眼中的完美。对，千人千面，千条路万条路。我能理解，就是因为害怕犯错，因为我其实之前就是这样的人。怕自己出错，怕出错导致自己情绪身心感觉那个承受能力都不行，所以我压根就不开始，我就不尝试。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我都没有迈出那一步。在你迈出那一步之前，我可能都想了1个月，我想了1个月，我那一天我要干嘛？结果到那一天以后，我并没有迈出那一步，就是因为我怕我被我想象中的那些错误束缚住了。但是后来等我有一次自己不要带着脑子，等于说不要带着太多的思考，你就下意识的你的手头上你就麻溜的你就收拾起来，张罗起来，家门迈出去了，再回过头来发现，哎，这不是可以吗？也没怎么着啊。对，走出家门前，站在那个地方去复盘，或者去回想，或者是去预想接下来会怎么样，那就迈不出那一步了。对，我有时候真是受够了这些避雷帖。当然这本来是因为我跟这些人可能本身的差异啊，他也没有专门写一个避雷帖，可能有一个人会发个帖子说我要去北京旅游啦，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吗？然后下面就写避雷四季民福。我说哎，四季民福不挺好吃，四季民福还要避雷，那北京还有？我觉得四季民福的烤鸭比全聚德好吃啊，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啊。然后下面说避雷费大厨，我觉得费大厨也挺好，这算什么香菜？我说啊，我觉得蛮好吃的呀。避雷这个那个，当然这就是反映了另外一面，就是他有一个人问我需要注意哪些地方，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会给一些观点，比如说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这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观点。我觉得四季民福还可以，你觉得不好吃，只有你尝试了你才知道好不好吃。说他们家服务态度不好，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服务员态度好不好对我来说不是你的优先选项。对，就什么说有的人吃一家店他会更注意环境，有些人可能更注意是他的那个比如说菜色。然后我和不同的人选择餐厅的时候的要求也不一样。我最喜欢看那个差评，我只要看到无理取闹的差评，然后下面有那个店主的回复依然是很有耐心的，我都会觉得还行，我可以接受。我选酒店的时候也是优先看差评，我就想看看到底是就是有多么多不同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然后才被导致这个差评，然后我就看这些需求到底都是什么。是真的是你去的这个地方的硬件设施有出了原则性的问题，还是说是你自己的体感觉得不好，那就是你选择某一家酒店或某一家餐厅的就是一个参考。因为我们太把别人的话重重的放在了心上，所以你就导致觉得啊，别人既然他们都去过，那他肯定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他都去过呀，那应该他说的应该有道理吧。那我就要
小心一下，注意一下，要不然我就不去这儿了，我就不去那儿了。最后给我的选项就没几个，有的时候被那些避雷帖看到，我就发现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值得去，就在家里最舒服。是，就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看那种帖子，就是攻略看得越来越多，胆子变得越来越小。那个我这次不是马上要出门嘛，然后因为其实比如说海关它的要求是很细致的，然后它可能会要求你比如说不能带一些肉制品。是，然后那天我要同行的朋友问我说方便面能不能带，因为是红烧牛肉面，然后我说99.99%不会有问题，但我不能，因为我不是海关，我没有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不可能跟你说带吧，带多少都没有问题。但以我的普通的平均的体验来说，红烧牛肉面里面的牛肉不算肉制品啊，你不能说它是完全意义上不算肉制品啊，你不能这么死抠这个对，他说可能去了之后会罚500磅或者什么。我说是这样啊，如果因为你一袋方便面他就罚你500磅，这个首先方便面就不要了就算了，你要预设人呐，他是有就是正常的，如果这个国家就是你要入境了，他因为你带了一包方便面罚你500，我说你干脆要不然别去了。要不然你就得投诉了，对吧？不是恶意的。然后我觉得就是预设我能把事情解释清楚，但你带个大象牙，这就过分了。带个枪支你去机场，对，你带个什么容易燃烧的汽油，你不闹了吗？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红烧牛肉面或者是什么辣条啊，中间有点含牛肉，没啥关系。因为你要去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吧，一个全新的，比如说全新的国度或者是一个全新的城市，它不是和你住的地方那样，就感觉你虽然没有拥有这个城市，你也不是这个户籍，对吧？但你似乎有一定的掌控感，你就觉得应该是我今天去哪里吃什么不太会出错。但是这个掌控感，你要是出门就会多多少少会失去一点。这个时候吧，就特别害怕瞻前顾后，然后想着避坑，避着你就发现你就是那个最大的坑，自己的纠结就是那个最大的坑。因为说白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这个最早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把我疏导好的，我出门一定会忘带一样东西至少一样东西，今天是 A， 明天下一次是 B， 再下一次是 C， 不论什么至少有一样，总是会在心里面漏掉你想要用的东西，想要带东西没有带。有一次是我很重要的是，我认为我的眉毛很重要，我其他可以不用带但是我的眉笔没有带，我就很沮丧。到了以后，然后朋友说眉笔这个东西哪儿买不着呢？你下楼就可以买了呀，你不带化妆包都可以。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又再回顾我要带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行李箱里面什么都可以漏掉啊。当然啊，最重要的东西是不能漏的啊。你作为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是不能漏的。但如果是生活用品的话，你可能有的时候能确保自己万无一失，不会出错的收拾一次行李。但是如果你有每一次或者是有几次你的行李里面漏了什么东西，它也不是来判定你这个人很糟糕的一个评判点，就不代表你是一个我怎么这么笨，我怎么又落东西了，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小心。它不能从这个引发出这个观点，漏了就是漏了。你可以在当地补。因为我想你可能不会带过分贵重的东西在外出的时候，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个可有可无，分量很轻的东西，但它漏了就是漏了。你一定会在就是人，我觉得人啊，他下意识他是会给自己想那个解决办法的。所以你少拿衣服了，忘带内裤了，袜子漏穿了，没有带指甲刀，没有带你的洗护，特别想穿的一套衣服漏了，你都可以瞬间转化到，如果我没有这个的话，我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可以选，我在当地可以补，我也可以不穿了，我说不定还能在当地买一套更符合当地特色的新衣服，符合我那次出行的计划，都可以。但如果我们只把我行李箱里的东西就是我的全部来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答案的话，
就每一次你都会陷入这个魔怔里面。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刚刚说的时候避坑啊犯错嘛，我觉得与其担心避坑和犯错势必会发生的，比这个更重要的多的事情是要想我比如说踩坑之后我怎么爬起来掉进坑里了，对，我要犯错，但这个错误我能不能承受？对，比如说真的如果出门我要没带护照，会影响我所有之后的行程。我要是去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提案会，我没带电脑，就是我把那个所有的公司的一盘子都删掉了，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后果是很难承受的。所以你要避开这样的错误，你要避开这样的雷，这个雷可能你要时时刻刻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提醒自己。最重要的东西随身保管，就是抓大放小，我觉得就是说的还是很重要的。但至于其他的，比如说包括就是我可能坐火车没带身份证，就相对而言也很重要。但是你知道火车站有这样的一个窗口，我延误了，比如说一个短的，我去天津，我错过了，我30分钟之后就买一下。其实我可以知道我怎么从坑里面爬起来，怎么样再去尽快的补救。但是如果我要是错过了一个国际航班，或者我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工作也好，或者是生病，我觉得这个你要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你要才能成长。你要去看演唱会，7点半。7点开始，我之前不就犯过这个错误吗？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惩罚就是我放弃了那一趟行程。但是你后来我想想，我当时是迟到了嘛，可以再换一趟下一趟航班或者下一趟高铁再去的，但是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只是说那会儿天没塌，就是你对天不会塌，那一次不会塌。当然。我们说的只是生活中的那种小打小闹的失误，它没有错到就是那种压力，对，是错误。对，如果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节点，你的工作、你的面试，你的资料、你的硬盘、你的电脑、你的设备，还有你要去参加的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提醒自己不要出错。你不要往大海里面踩下去，然后那你就是跳海了。但是偶尔什么下雨天的泥坑、小坑小洼，你看到了，坑踩多了，你也就有经验了，是有经验了，慢慢的你就会变得从避开它，容一点，你就不会踩那些什么地下水通道的盖儿了，因为你有可能会掉下去。对，这样你就会知道了。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在做一个我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去做或者是去不做，而是说它是一个开放的题目，我去看别人的 ABCD 几个选项分别是哪一些，我选择其中的哪几项，可能我避开其中的哪几项。我们尊重每一个人发帖人他们发帖的权利以及他真实的感受，他在这的感受就是非常不好，但是作为受众对我自己最有利的角度来说，我就是要去掉他的情感成分，看他对我有利的部分，提炼他的事实部分。对，这个事实是不是我在意的点？对，这个我觉得更重要。我好像感觉到现在为止，我还在摸索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我想要的是一种某种体验，我想遇到的是一种人，后来我发现我可能想要的又是另外一些人。这个可能说起来应该是在不断摸索中，就是了解自己每个阶段的需求。对，有一些演员我可能一开始就比较喜欢，但有些演员我可能原来就比较讨厌。之前跟他们说我会因为我不喜欢一个演员，或者是因为他演过很不好的作品，我对他体感很不好，我就不想去看他的其他的作品。后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偶尔就是如果你就是反正看了之后，你要意识到他是一个演员，角色和本人也是要分开的。我可能是真的很讨厌李秉宪这个人，但是我又觉得他演戏演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要让我因为是说我讨厌他，我就不去看那部戏，然后我就觉得这部戏是垃圾，只要用这样的演员，这部戏一定是差，好像没到那个程度。这个我觉得都是程度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得由你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而不是我听他说这儿不好，这个人不行，那个餐厅不好吃，这条路你别走，而我就还没试都没有试就停止了。所以你脑子里面都是别人的情绪观点。对，你错了，你还可以重新读档重来嘛。但如果你不是，
你可能连重新读档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都没有打开游戏。这个人生总要去体验一下。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我需要提高的是我接受错误的能力。就是这个东西不好吃，我要能接受。不断的学习，尽可能的越来越多的让自己承受各种小错误的出现，或者是小状况的出现。以前害怕什么喝酒不会拿杯子，吃饭就餐礼仪可能会不太好，现在就是要不然你给我说说应该怎么吃啊？我没吃过这个主观能动性。对，我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日式的那个手抓的那种手卷，我的确没吃过。或者吃日料的时候那个鸡蛋，就是寿喜锅给个鸡蛋，鸡蛋是倒进锅里还是把蛋液打散？因为我原来从来没有吃过生鸡蛋，但是以前我可能就会那我害怕，对，我害怕，我不要出洋相，我也不要出错。那我就选择不碰就好了。对，但那你也丧失了吃寿喜锅真正的乐趣嘛？所谓的真正的乐趣，但它也不是唯一对的。你真的就把鸡蛋，就是你说我就不爱吃生食，我就要把这蛋倒，那你就倒进去呗，多加一个蛋。真的没有标准的吃法，没有标准的逛法、走法、做法，除非你做某一些特定的行业，你需要有严格的一些流程和规范模式，你要按照那个走。除此之外，你的生活里没有标准答案。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就可以。之前我们那种小心翼翼、特别拘束，其实完全是，为了符合一种最响亮的、最主流的一个声音，为了符合和满足那个声音的期待，你才把自己也变成那样的人。那回头来，我可能我也能出好多避雷帖，对吧？但是我特别不想变成这种非常情绪激烈的人。我可以，我想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特别开朗，或者是特别有活力、精力很旺盛的人，但是我不想成为一个情绪过分激烈的那种表达的人。正好昨天听了那个孙燕姿的那个《和平》，有的时候听到她的歌，我会觉得，哎呀，这句话说的好对，可能不一定，就是她可能描述的是爱情啊，但我想的是生活。歌词里面说是爱是固执的，我只要在兵荒马乱中找到和平，和平的对待你。包括开始懂了我会温柔，是因为我彻底的醒悟了，我真的开始懂了，所以我才能够温柔的去对待你。最后的结论就比如说，快乐是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特别对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不难过，我经历了这些坑，这些坑不存在，其实他们都是存在的。重点是之后我能不能还坚定的往下继续走下去，以及把这个观点消化会转化成某一种对未来有用的东西也好，或者是就让它过去也好，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乳腺结节，或者是成为一个特别大的疙瘩，我再也不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走了一个极端嘛。对，我在一个行业我遇到了一个渣人，我再也不在这个类型的工作了，有可能只是因为这个人，或者是你可能就有的时候也是运气问题。对，这个事情往往还有很多时候会发生在你初次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我会很鼓励身边的老年人去尝试新的东西。我说你自己去研究你的手机怎么用，智能手机怎么用，你用你的智能手机能用到多少功能，试着给自己选几首歌，找一个音乐软件，搜几首你喜欢听的歌，放在你的歌单，建立一个歌单。你喜欢看一些剧，你去搜一个平台，看喜欢哪些剧，把那些剧列在你的列表里，随时点开可以看。投屏怎么看，不想看了怎么退出，下一次要看第几集的时候怎么选。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活泛他的脑子。但是在这个时候里面，他只要中间出现一个错误，就是一个失误吧，他就会停到那里说，哎，我还是不行我这脑子干不了这个事情，我还是不干了。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可怕吧。对，我觉得小朋友和老年人都有可能会犯这种错误。他可能青年或者是中年人，相对而言，他好像感觉自己正在上升期，或者是最佳，对，就是好奇心还足，对，所以敢于自己主动的去，失误了，我重新再开始，失误了，我关机，我重启。对，就是回到我们就是说错了又怎样哈？我就是想试图说给我自己一个答案，错了又怎样？首先，如果别人错了，我可能要看别人是哪儿错的，错的是什么点，他错的这个点和我是不是一样，他错了他的标准是什么，
及如果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错，我要怎么样去挽救？这是不是我能承受的？我能做什么来？对，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参考。对，这是别人的，我看到别人错了又怎样之后，然后至于回到比如说我自己自身，或者是你自身，如果我错了，先继续往下走。对，然后想下一次能不能，以及我能不能在这个错误里面找到一些开心、有意思，或者是有趣的点吧。对，就是好像本来导航导的是这一条路，但是可能错过了导航让你走的那个出口，要换一条路走，但是它也能到达目的地。对，还得告诉自己，不断的告诉自己，就是一定会犯错，对，一定不可能有完美，我不能为了避开1%的风险，10%的风险，我就完全错过这个可能90%的可能性。有些东西总要你去试一试，有些果子总要往上跳一跳，你才能够得着。如果你不去体验这些雷，真的你是避开了，但你也会避开很多的很美丽的自然风光，对，人文趣事，对。还有就是纠结，大部分都是因为在这个没有行动，都是在不停的纠呀结呀纠结呀，就成了一个大的，然后不断的原地踏步，左看右看，然后就整个人很慌张，或者就是你就真的就是被哭在原地了。我们其实我们还说的是生活里的一些小状况。我一开始其实不是很喜欢把它变成错，因为我觉得我们老是被错压着，压力特别大。休息的时候怕犯错，工作的时候也怕犯错，吃饭的时候怕犯错，出去玩的时候也怕犯错。只要没有走在那一条主线上，好像另外一个选项就是错的。对，我俩经常出去吃饭的时候，就以前吃饭的时候，我会说，哎，这家餐厅啊，可能环境不太好啊，你做个心理准备。然后有的时候说，哎，可能我们一会儿会来不及哦，来不及，我们可能要就是跳掉一些部分，就是这个事情。然后我有可能会迟到啊，你要等我一下，要不然你先还有我们好不容易约好了时间，结果发现这家餐厅我们之前心心念的餐厅它没有开门，那怎么办？你不能在原地喊，那完了。我今天毁了，完了，在附近找下一家呀。对，能怎么样呢？就不能怎么样，错了又怎么样呢？反正人生这么长，总有时间修整这种小错、小坑、小雷。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对，我知道那些避雷帖的初衷一定是怕伤害到别人，其实初衷是好的，就是说大家辨别一些，不要被一些粗制滥造的避雷帖给上当了就行。正常的请大家参考、吸收、总结、归纳就可以了。我们这是一期肤浅的节目，还不是肤浅节目，肤浅的播客。我们说的没有，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发生在我可以实际上给你解决一个工作中真的发错了一个表情包，我没有办法说你再补一句话，就是那种职场后悔学，一句话挽救你之前那个，我教不来。但是我就希望，万一要是我们遇到了一些错误的时候，先宽宽自己的心吧。没关系，还有下一次发错的时候。